个吕炳宏妈妈嘴咖啡的负责人哦，阿北是跟我10年前的遭遇是一模一样。结果呢，竟然被千鸟仔出征了，就跑去刷妈妈嘴咖啡一星负评，这家餐点含太多草酸了。小草咖啡留给小草喝就好，我可不想喝了也变小草脑。你讲白了，你 PTT 在这边讨论，其实我都觉得很有道理。但是问题是呢，你们的反应很奇怪，集结了一批人跑去写人家一星负评，上台挺柯文哲，请问跟他咖啡好不好喝有什么关系？你刷一星负评，这是另外一种霸凌。公开讲话确实可以被公开评论，但是公开评论不代表可以公开霸凌。最近有所谓的正妹小草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司法不公平。这个事情被青鸟疯狂的笑，还在网络上到处的出征啊，霸凌他。他讲的是不好，但是不代表 Leo 在网络上霸凌他的权利啊。结果今天一个峰回路转啊，鸡排妹呢，她也是个青鸟头，她说啊，有件严肃的事情想跟大家说，若你有发布转发他的台上影片，或曾经对他开玩笑的留言，请删除，谢谢。鸡排妹出来喊了一个暂停，所以我是觉得青鸟仔可以了啦。这几天小草也被你们笑得够惨了，听鸡排妹的话可以回家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吕炳宏啊，妈妈嘴咖啡的负责人哦，他因为当年妈妈嘴咖啡事件，然后跳出来增援柯文哲。大家好，我是妈妈嘴的杀人嫌疑犯大北。我最近在看新闻的时候，我看到电视上的阿北，其实跟我10年前的遭遇是一模一样。结果呢，竟然被千鸟仔出征了。千鸟呢就跑去刷妈妈嘴咖啡啊，一星负评。其实他只是觉得说，当年的遭遇跟柯文哲遭遇就是侦查不公开变侦查很公开这件事情。那有多出征呢？比如说这家餐点含太多草酸了。小草咖啡留给小草喝就好，我可不想喝了也变小草脑。去挺民众有病吗？住旁边绝对不会再去喝咖啡，都是磕屁的味道。一热狗蛮普通的，感觉粗饱有感觉啊，比较推荐咖啡就好。如果你是支持柯粉小草老板的话，老板态度良好啊，他生活中也对于承办他的检察官呢吴宗宪对。没错，妈妈嘴咖啡案当时承办检察官吴宗宪也是其中一位啊，给予高度支持，甚至爱及其所在的政党。这么大爱的老板，蛮建议柯粉小草可以来认识一下，一颗负评。也在 PTT 啊号召，我惊呆了，妈妈嘴老板吕炳宏出来挺民退堂。我只能说，今天这场挺贪污游行一直让我处于一个惊愕的状态。之前看蓝白草一直在说青鸟是金藏，结果今天居然连续好几个金藏上台讲话，简直就是金藏大集合。接近尾端的时候，黄静怡为了要彰显司法不公，又开始讲司法改革跟侦查不公，然后就请吕炳宏上来讲话了。哇，干！我真的吓到漏尿了黄静莹11年前，新北市八里发生一个全台都知道的案子——妈妈嘴命案，曾经轰动一整年。网络上留言称他为杀人犯，妈妈嘴老板吕炳宏先生啊，这个吕炳宏的发言啊，我交保之后就一直在想方设法要找出我的证据，然后这段时间他也没有调查谢依涵，他没有共犯吗？有没有查证据？什么都没有。第二次羁押庭，他拿到了《自由时报》的新闻作为证据，最后我交保，因为我看到阿北觉得跟那时候我是一模一样。天哪！妈妈嘴命案，2013年3月也是马英九政府来搞你的这个垃圾检察官是你黄国昌好战友吴宗宪然后你们在台上喊着司法改革 ，Oh my God， 我到底看了什么？他就贴了一张，当时啊，检察官吴宗宪在侦办过程中控诉啊，你老婆说你杀人，让他气到当场拍桌啊。不过青鸟啊，就是通过这样啊，在网络上呢号召人呢一起上去冲刺。其实你讲白了，你 PTT 在这边讨论说吕炳宏没有道理说当年是吴宗宪啊跟黄国昌好朋友等等的，其实我都觉得很有道理。说实在，这一篇写的还不错，但是问题是你们的反应很奇怪，集结了一批人跑去写人家一星负评，上台挺柯文哲，请问跟他咖啡好不好喝有什么关系？但也许是因为之前霸凌小草霸凌的太用力啊，所以看起来有踩一些刹车啊。因为啊，最近有所谓的正妹小草就这一位就当时上去讲的时候就是讲了一堆英文，其实我也听不太懂他在讲什么。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司法不公平。这个事情被青鸟呢疯狂的笑，还在网络上到处的出征啊，然后霸凌他。也许他英文不是很好，或者他也许很紧张，但是你青鸟去出征什么意思的当然你想笑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你公众表达嘛。但他毕竟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就不要去肉搜人家了，你就不要在网络上把他贴出来，一直笑，一直骂，一直笑，这样是不好的。结果今天意外的一个峰回路转啊，今天鸡排妹呢，她也是个青鸟头，对不对？突然说了一件事啊，她说
有件严肃的事情想跟大家说，是关于这几天民众党活动上有个讲英文的短发女性，我一直非常信任的人，因为很担心，所以来告诉我一些事情，能帮上忙。实际内容为何？因为隐私不方便透露，但我想请大家，若你有发布转发她的台上影片，或曾经跟她对她开玩笑的留言，如果不造成你的困扰的话，请删除，谢谢你们。鸡排妹出来喊了一个暂停啊！我是觉得青鸟仔可以了啦，这几天小草也被你们笑得够惨了，听听鸡排妹的话，可以回家了，好不好？他讲的是不好，但是不代表你有在网络上霸凌他的权利啊，这是很没有必要的事情，所以我在这边也是严重的呼吁，不要再搞了。虽然公开讲话确实可以被公开评论，但是公开评论不代表可以公开霸凌。评论跟霸凌乃一线之隔，评论是有理有据，你可以说哦，他讲的内容如何如何，你可以笑说，他讲英文的这个晶晶体有点有趣，可是你不应该呢对他进行人身的批判跟攻击。其实我最后还是要公开呼吁了，今天台湾因为已经走到一个政治的十字路口，第一个，我们的政论节目已经完全娱乐化了如果你去隔壁东边森林看，你就知道，那叫政论节目吗？那个是综艺节目吧，一堆人然后在那边比手画脚挥来挥去非常厉害每个人想有高声量、高通告费、高收视率，就现在的民主就是长这样啊！小草上去就想这样讲话不然你想怎么样呢？对不对啊？就有四杀猫这种恶惰的家伙啊！我们的人民选择了这个方向，我们人民选择了政治娱乐化，我们选择把政论节目变成综艺节目，这都是我们的选择，所以我们只有接受它、拥抱它。对，但是我跟大家讲，在这茫茫的这个混沌当中呢，有一些价值我始终会继续坚持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在政党颜色面前，更重要的是是非黑白；在看乐子面前，更重要的是人性的底线。柯文哲的案子，他现在竟然笼罩在我们台湾的评论上空。他虽然是在野党，但不管怎样，我们就是要把这事情给讲清楚。你说你为什么不去监督民进党案子？其实我脸书一直都有在发，只是现在这些案件卷不起签都写，但我有做出我该做的社会事情，就是不断的去关注这些相关案子。比如说梁文杰最近吃了海陆全餐，海基会跟陆委会通通当副手，一人领双薪，爽爽爽。那人性的底线是什么？针对这些正义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坚持发声。针对这些霸凌的事情，就像小草跳下去的第一瞬间，我是声援小草的，我不会因为狂草来出征我。所以我今天就说哈哈哈，小草你戏鹤，我绝对不说这种事情。我不会因为今天馆粉来霸凌我就去把馆粉一个一个跳出来公审。我也是针对他的头，就针对馆长把他怼回去。这是我觉得我们该做的。那今天为什么特别把青鸟出征妈妈嘴咖啡，还有这个小草正妹被出征这个事情，特别把它给跳出来讲，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应守的底线。所以今天青鸟仔也是翻车了啦在一边笑小草正妹笑得很爽，笑晶晶体正妹笑得很爽，爽了半天，结果被郑家成啪一巴子拦下来，笑死。